内娱这滩水，从来都不缺那种一夜之间被热搜捧上天的流星。今天谁爆红了，明天谁翻车了，热度像坐过山车似的，转一圈就归于平淡。大家早就看惯了这种速成神话，可真正能让人心头一紧，忍不住多琢磨两下的，反而是那种爆红之后不飘，被骂的时候不崩，老老实实死磕12年，硬生生把偏见踩在脚下，一步步走到国际聚光灯下的笨功夫型艺人。王一博大概就是这种路径里最扎眼，也最耐人寻味的那一个。前几天，2026年第47届美国泰利奖名单一公布，不少业内人士和观众都愣了一下。他主导并主演的纪实纪录片《探索心境2》居然稳稳拿下了系列纪录片铜奖，加上去年第1季就已经捧回的金奖，他直接成了内娱第一个连续2年斩获这项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艺人。这可不是什么粉丝控评的虚名，而是实打实的国际行业盖章，彻底为他12年的逆袭之路盖上了认证戳，也把多年来贴在他身上的那些负面标签撕得干干净净。看到这份成绩单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他终于红了，而是他居然默默走了这么远。在这个连呼吸都要被放大镜审视的圈子里，能不被流量反噬，不被争议带偏，把冷板凳坐穿，还能熬出国际认可，这背后的定力真的比奖项本身更让人服气。他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娱乐工业的底层逻辑从来没变过，喧嚣总会过去，能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愿意把根扎进泥土里的人。很多人只看到他现在的星光，却很少人知道他这身筋骨是怎么一寸寸练出来的。1997年生在河南洛阳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常年忙于工作，他小学5年级就开始自己打理生活起居。那时候的孩子还在等爸妈接送，为一点小事闹情绪，他已经学会了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，性格也早早沉淀出一种不声不响的沉稳。后来偶然看了一场街舞比赛，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，他就认准了这条路，软磨硬泡求家里同意，一头扎进训练室。年纪小，可那股狠劲儿连成年人都汗颜。练到心肌炎发作，医生按着让他静养，结果身体刚缓过来一点，他又拖着行李箱回了练功房。其实每次回看这种拼命的片段，我总觉得有点心疼，但更多是敬畏。这不是什么团队包装的人设剧本，而是一个普通少年面对纯粹热爱时最原始的反应。那种不练到力竭就不罢休的执拗，早就给他的人生铺好了底色。既然选了这条路，跪着也得走完。在如今这个连努力都要被质疑是营销的时代，这种不带杂质的死磕反而显得特别珍贵。13岁，正是很多孩子还在操场上疯跑，为考试分数发愁的年纪。王一博已经独自拖着箱子去了韩国，开启了长达1400多天的封闭练习生生涯。韩国的造星体系有多残酷，圈内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没有温情脉脉，只有优胜劣汰，实力跟不上，直接收拾行李走人。他在那些看不见尽头的日子里，重复着成千上万次的动作，扛过一轮又一轮严苛的考核。17岁，他终于以男团成员身份出道，可偏偏撞上市场风向突变，组合发展直接卡壳，事业刚冒头就跌进谷底。换做别人，可能早就心态崩了，但他没抱怨，也没消沉，只是默默收拾行囊回国，坦然接住了人生的落差。星浩说实话，这种能屈能伸的韧性，真不是靠几句鸡汤能喂出来的。在异国他乡熬过的那些沉默岁月，其实早就把他打磨成了一块不怕摔的石头。跌倒了不哭，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走，这种清醒，在15、16岁的年纪里真的太少见了。很多艺人后来之所以走不远，就是因为没经历过这种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的淬炼，而他把那段日子当成了磨刀石，反而越磨越亮。回国后的那段日子，大概是他最不被看好的阶段。加入天天向上主持团，全场年纪最小，话也最少。慢热、内敛，不会抛梗接梗，更不懂怎么刻意制造综艺效果，大多数时候就安静地站在边上，成了观众眼里的透明人，甚至背景板。那时候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木讷无趣没综艺感靠资源硬捧的质疑。好在汪涵眼光毒，一眼看穿了这个孩子沉默底下的踏实，一次次给他递话茬，耐心引导他开口，成了他低谷期最坚实的靠山。也正是在那种不疾不徐的托举里，他慢慢找到了在镜头前呼吸的节奏。星浩每次聊到这段，我都忍不住感慨，娱乐圈太需要慢了。大家都急着出头，急着抢麦，可偏偏有人愿意站在角落把基本功夯结实。汪涵的慧眼识珠是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接住了这份善意，没浪费它。这种知遇之恩加自我沉淀的双向奔赴，才是艺人能走长远的根本。流量可以买，但镜头前的从容，只能靠时间熬。
星浩22岁，一部古装剧让他彻底出圈，一夜之间站上流量巅峰。鲜花、代言、热搜全来了，可伴随而来的是全网近乎苛刻的审视。演技僵硬，流量花瓶昙花一现，这些标签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他身上。大多数人根本没耐心看他到底付出了多少，只等着看笑话。面对漫天非议，他一句多余的解释都没有，不卖惨，不公关，不立人设，就保持着一贯的安静。星浩说句实在话，换做现在多少年轻艺人，早就买热搜澄清或者发长文控诉了。但他偏不。这种沉默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极度的清醒。他知道，辩解在偏见面前一文不值，只有作品能说话。在流量最烫手的时候，选择闭嘴做事，这份定力真的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。他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职业尊严的坚守，不靠情绪营销维持热度，只用专业度去回应质疑。当同好们扎堆走红毯，抢高奢代言，炒作话题维持曝光时，他干脆利落地摘掉了偶像滤镜，一头扎进剧组死磕表演，武戏全自己上，摸爬滚打，一遍遍抠细节。在无名里，那种层次分明的眼神戏和干净利落的动作处理，直接把流量不会演戏的刻板印象砸得粉碎。私下里，他素颜跟着科研团队进山，跟野生动物同吃同住，灾情来了，低调捐款，亲自去一线搬物资，从来不买通稿张扬。为了拍纪实内容，他翻雪山，穿雨林，徒手攀岩，手滑掉进海里，也面不改色。很多人觉得他这是在玩命或者博眼球，但我倒觉得这恰恰是他对抗浮躁的方式。在野外吃过的苦，流过的汗，洗掉了娱乐圈的浮华气，让他始终保持着对表演、对生活的赤诚。他不靠热搜活着，他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在场感。这种把生命体验融入创作的自觉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演员的范畴，更像是一个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记录者。放眼全球文娱圈，流量短命早就不是新鲜事了。海外多少偶像爆红后疯狂透支热度，实力跟不上，没过几年就查无此人。而真正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艺人，哪个不是靠着长期沉淀、多元突破、死守初心熬出来的？王一博的路子其实完全踩中了全球优质艺人的成长逻辑，不赌短期红利，专注自我升级，从偶像向实力演员、纪实创作者转型。在现在这个3天不爆就过气的内娱环境里，他的清醒简直像个异类。但恰恰是这种异类，证明了娱乐工业的底层规律从来没变过，热度是借来的，实力才是自己的。他不迎合规则，而是用自己的节奏重新定义规则。这份长期主义的坚持，在当下真的比什么都珍贵。他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，与其焦虑流量下滑，不如问问自己，到底留下了什么能被时间记住的东西。当然，到现在为止，围绕他的声音也没停过。有人觉得国际奖项含金量水分大，不过是流量镀金，也有人始终不买账他的演技，认为他配不上现在的头衔。这些质疑我都理解，毕竟偏见一旦形成，很难靠1-2个奖项就瞬间清零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从当年那个在节目里被当成背景板的少年，到如今手握国内外重磅荣誉，连续2年展获得泰利奖的全能型创作者，他的蜕变是肉眼可见的。当年汪涵那句他为什么不能红，如今终于被时间给出了最响亮的回音。其实争议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争议里迷失。他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把所有质疑都当成了磨刀石，不解释，不迎合，就用作品和奖项一个个去回应。时间从来不语，却回答了所有问题。当我们跳出饭圈的滤镜，单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看，会发现他的成长轨迹其实就是一部反内耗的生存样本。在这个什么都求快，什么都要及时反馈的时代，愿意花12年慢慢熬的人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。王一博的逆袭真不是什么天降锦鲤，而是日复一日的把冷板凳做热，把质疑声熬成背景音的结果。他用最安静的方式，做着最狠的坚持，不炒作，不内耗，不浮躁，在低谷里扎根，在喧嚣中抽身。所谓一夜爆红，背后全是无人知晓的千锤百炼。所谓逆风翻盘，靠的永远是清醒的头脑和永远向上的心气。流量终会退潮，热搜中会被覆盖，唯有实打实的本事和守得住的初心，才能扛得住岁月的漫长。是实至名归，还是仍有争议？在这个习惯了速食娱乐的当下，我们是否还愿意给慢成长留一点耐心？